库尔斯克乌军倒卖军火给乌克兰，三面合围俄军，托列茨克进入残酷巷战。库拉霍沃，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用了数量更多的马骑兵。俄军集结20万大军，计划3月底打向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州。乌克兰空袭再立功，幻象战机下场参战。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战场外翻江倒海，战场内也是炮火连天。在库尔斯克方向，俄军第76、106空降师、155海步旅以及第56、第104、第137和第237空降团等部，在滑翔炸弹加持下，开始从新索罗齐纳、尼科尔斯基以及列别捷夫卡3个方向发起猛攻，但遭到了乌军第47旅和特种部队的阻击。双方交火超过29次，俄军甚至向乌控制区投掷了17枚滑翔炸弹。可战线没有确认变化。不过，据 Deep State 的报道，过去几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控制范围缩小了40平方公里。在苏梅州边境，俄军第83空降旅以及第51和119空降团则向边境小镇朱拉夫卡和诺维尼克不断发起尝试性进攻，企图切断苏甲乌军的补给线。昨日双方进行了不下16次较大规模交火。在一些防区内，驻守乌军主动后撤，但在撤退前会广泛布雷。目前尚不清楚乌军战术目的是为伏击俄军，还是想要收缩防线。不过说到底，还是乌军兵力少，3万人打俄朝联军6万人，压力还是太大了。有意思的是，库尔斯克俄军开始向乌军倒卖军火。据乌克兰安全局发布的报告称，近日他们和乌军95旅的士兵进行了一场特别行动，旨在招募俄方的人员。随后，他们成功接触到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一名俄军，结果这名俄军竟然愿意倒卖军火，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弹药等装备。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证实。不过一旦确认，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毕竟拿着从俄军手里购买的武器，再反过来打击俄军，是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就是不知道乌军用来买武器的钱，是不是也来自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同时，这件事也反映出，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更加关键的阶段，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加大了行动力度。乌克兰特工曾多次深入俄罗斯后方，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如烧毁俄军的铁路线，打击后勤补给，或是潜入俄军的机场，破坏对方的军机，还有则将目标直接锁定俄军高管，在其住宅发起定点清除式打击等。而俄罗斯特工也不甘示弱，如去年年底，俄罗斯就曾派出多名特工试图在基辅等地制造炸弹袭击，但可能是技术不佳，被乌方提前发现抓捕。从已有的事实来讲，目前俄罗斯的特工似乎还没有成功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甚至在2月13日前后，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还亲自带队抓捕了一名潜伏7年的俄罗斯特工德米特里，这也是乌克兰抓捕的级别最高的俄罗斯特工。回到战场，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28旅兵临新基夫卡方向，并反推了3至4公里。该地区俄军正在溃败，俄军战斗数周，损失数百人，夺取了阵地又丢了。托列茨克3月4日，乌军第93旅、第12旅亚速军团以及空中突击旅继续夺回该市各地的关键地点。根据战争研究所的信息，南北两翼的乌军不仅成功的反推到了市区，还以前行攻势将俄军通道压缩至仅剩下500米的宽度。不过由于炮火不足，乌军在该地区俄军3面合围后，正从靠近森川纳矿井的北部和希尔比尼夫卡村的东南方向推进的同时，开启了巷战模式。俄罗斯博主承认道，托列茨克的很大一部分也是灰色地带，乌军保持空中控制，并有能力在该市继续夺回阵地。红新村方向，乌军在乌达奇内附近的突袭取得成功，大批俄军放弃了阵地并逃跑，该处的阵地重新回到了乌克兰国防军的手里。库拉霍沃战线，俄军发起反扑。3月4日，出动由23辆装甲车组成的机械化纵队发起突袭，乌军第79空突旅沉着应对，以雷场、反坦克导弹、FPV 无人机与远程炮兵进行接战。在摧毁进攻俄军数辆坦克和装甲车后，俄军败退而去。但在科斯强季诺皮利、安德烈亚夫卡方向，俄军重兵推进，取得了缓慢进展。虽然战况尚不明朗，但从流传的视频看，俄军出现了比之前更多的马骑兵。南部战区，据俄罗斯媒体第3次世界大战报道，俄军已开始酝酿新的关键行动，预计会在2025年春季展开。北约媒体同样预测认为，俄军可能会在3月底至4月初发动攻势，且会持续6个月。报道称，俄军在当下已集结起20万大军，目标直指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州。而乌南在南部战区共有29个旅，除去赫尔松方向的8个旅外，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防御部队约为21个旅。
后续发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据吴总参谋部报告显示，3月4日，俄军损失新增1340人，被摧毁3辆坦克和45门火炮。空袭方面，在袭击完乌法炼油厂后，乌军再次对俄境内能源设施进行了针对打击。据开源情报报道，3月4日夜间，乌军发射大量无人机袭向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其余俄军防空展开激烈交火，随后炼油厂被击中。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塞兹兰炼油厂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同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俄罗斯消防员紧急出动救火。截至3月5日，炼油厂的大火仍未被完全扑灭，在天亮后还能看到不断升起的浓烟，详细损失还在统计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半个月内塞兹兰炼油厂遭受的第2次打击了。2月19日前后，乌军就空袭了此地，当时无人机导致该厂前后发生了5起大的爆炸，并一度暂停了运营。据悉，塞兹兰炼油厂的年石油加工能力为890万吨，除了提供普通的燃料外，还专门为俄罗斯空军提供航空煤油。向俄战机空袭乌克兰境内目标，就有该厂的支持。现在被袭击也是罪有应得。而且萨马拉州还是俄罗斯伏尔加河重要的石油运输中心，并是连接中亚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枢纽。如今遭到袭击，说明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正越发具有针对性。与此同时，乌克兰在昨夜还空袭了罗斯托夫的能源基地。首先是当地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遇袭起火，紧接着和乌克兰接壤的切尔特科沃地区也被击中燃烧，预计是石油库或水油管遭到了破坏，正不断发出巨大的声响。这次俄方倒是做出了回应，只不过依旧是惯例声称用电子战干扰了乌军的无人机，但他们的残骸坠落引发了火灾。另一方面，乌克兰空军也在悄然下场，制造了更大的空中威慑力，如法国援助给乌克兰的幻象2000再次抵达前线。虽然目前还没有他参加战斗的确切消息，但这已经是他至少第3次露面了。2月8日前后，乌军的幻象战机就从波兰径直飞往基辅，随后出现在了战区前沿。20天后，他又和 F-16同时抵达了战场。加上基辅方面之前明确表达要让空军大规模下场，届时乌俄前线的制空权无疑还会发生重大变化。说个感人的故事，乌总参谋部近日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一名乌军的飞行员正驾驶苏25攻向俄军阵地，更为关键的是，他手中还拿着自己儿子的照片，上面写道：“父亲将为你报仇。”据悉，他叫伊格尔·帕尔霍缅科，是乌克兰空军中的一员，而伊格尔的儿子也和他一样参加了空军，但在40天前的战斗中牺牲了。于是他带着儿子的照片一起投入了战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这个月底俄军会在南部战区发起新的攻势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